trying to find the words to describe you. 早饭在花房，应该是乐城吧？这么多！哇哦！哇，乐城做的饭。好大口，好香哦！哎呦，一大早就开始撒糖，这一大早上真的是太甜了，多甜！太甜了，忍不住想来一口自然清甜的康师傅茉莉柚茶。来干杯！好，干杯！而且呢，它不仅有茉莉花香，还有柚子的酸甜，超好喝哟！是的，小小一瓶，还非常可爱哟。Before I'm too invested, get to know you better. Like can you be trusted? 阿姨好，是好的。他俩来干啥了？啊？哦，头疗。哦。It kinda makes me go crazy. So I'm not ready to give you my heart, yeah. 灵魂提取器。哎呀妈，好痒！再试一下，我再试一下。能不能跳过这一步？涵涵，你怕痒？我好怕痒。那我现在给你放松一下头。好的。你们有试过那个吗？没有。巨舒服。力度轻重可以说啊。好。你别笑了，你一笑我更停不下来了。好舒服呀，看着。哎呀，老喜欢按头了，有种灵魂被抽走的感觉。对。哎，所以，小火车你坐过了？坐过了。坐的怎么样？还好吗？坐的，感觉像是一块很重的石头，就突然从我的这个身体上卸了下来，就很轻松那一瞬间。好像还是在装坚强。突然很讨厌前几天的自己。那也没有必要嘛，那些都是自己真真切切感受到的，也是很难忘的嘛。唉，确实也没有什么后悔，觉得就当是自己人生中一次冲动或者说一次勇气的尝试。其实有时候微微的冲动也挺美好的。所以你想清楚了吗？会啊，就是
我跟焦哥的相处模式就是我很放松，嗯，然后我觉得他会制造很多很梦幻的东西，你懂吗？然后很理想化，然后也很有仪式感的人。然后我觉得我跟小芳的相处就很日常，就我们不会说去经常专门去讨论一些就非常理想状态的话题，或者说是很深入的探讨一些看法之类的。我们俩的相处更像就是 focus 在当下的一些事情上，就例如一起做菜，一起做茶叶蛋。方医生是专注当下的人。对，我们现在准备洗头了。好。你说，当一个人他说出来的话，其实本身并没有很好笑，但是从他嘴里说出来，我就莫名其妙的觉得特别好笑，是为什么？他觉得方医生说的都好笑。对，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话或者说事儿不是很重要，但是可能就在于坐在你对面或者你身边的那个人，他在那里就会让你很开心。对，所以就是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发自内心的开心，就代表他是一个可以让你感到幸福的、适合你的人吗？我觉得可能不是说代表他就一定是那个让你感到幸福和适合你的人，但是你笑的那一个当下，他一定是能让你开心的人。开心。因为当你去思考的更多的时候，你当下的那份开心就不纯粹了。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当下那一瞬间蛮重要的，就哪怕它只是一段经历，也很有意义。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在这个人身边就会有发自内心的开心。我感觉这句话已经挺难得了。我会觉得开心很重要吧，因为我觉得开心是当下的，就是第一个感知到的。应该是说起点是开心，然后你能不能两个人一起慢慢磨合成彼此都是适合的那个人？我觉得这是最棒。那当然，那当然。来吧，我们继续往后看吧。难道我和你说，潘婷的这个高活胜肽炮弹系列真的超绝的！胜肽蓬蓬瓶洗发水给我们的头发做一个深度清洁，再搭配上里面还有护肤级胜肽的炮弹发膜，它可以从根源处重塑发型蛋白，用一次就让我们的头发有好几天的一个弹韧亮泽。这么厉害，刚好最近我头发被晒得干枯又毛躁，终于可以好好做一个头发 SPA 了。是的。好了，我们去吹头发吧。OK， 谢谢。哇，头发真的变得又顺又滑，而且真的很弹韧，好神奇，是吧？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好了呢。那我们走吧，走吧。每次你知道它是用一颗，用起来就特别方便，挺适合像我这样就是工作特别忙啊、出差频繁的人，可以囤一点来护理头发。那趁着那个我们的新品呢还有活动，那快去上电商搜索1分钱领潘婷，给自己多囤一点吧。瑞龙有回来吗？瑞龙没有回来，没有。OK， 我还得大家都没回来，都没回来，好晚啊！今天好奇怪啊，今天。但我知道今晚有人，在公园是吧？我觉得是，因为我看公园门关了。刘子涵和痴嘛，这么好，有人约会就会把那门关上，督促他俩。那我们现在这可以这样，可以把我们4个排除了。现在很好猜了，感觉。宇航应该也在猜出来会不会是痴痴跟子涵。对对对。
哦， You can paint a pretty picture, but it ain't always good. 哇， And I stay a little longer than I probably should. But I never loved anyone the way I love you. No, it won't work out. Can we work it out? When you need somebody so much. 啊，就是诗诗跟子涵。 Hello， 今天怎么样？今天也很辛苦吧？还行，花儿给你。谢谢。哇哦，跟我好配啊！对啊，今儿特意就是心有灵犀的回去。对，所以今天路上很累吗？回来？还行吧。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轻松愉快一点。是什么活动？这个活动你就反正准备了很多，那就反正今天主打一个玩的开心就行，好吗？第一个环节呢，其实它就在这个花里面，然后你可以打开先看一下。啊，我帮你拿着这个。哦。 探险之旅，这个是一个周5的公园奇妙夜。哦， I've been making mistakes. 神秘人是神秘人就是正是代驾，是代驾。好神秘啊！我差点就猜到了呢。走喽。所以是什么项目呢？我是觉得有点小趣味啊，你觉得有没有小趣味的？没准再看一下。哎呦。 他们也同意我的看法。汪汪队 ，OK， 到站了，好吧，请下车，来吧。哦，射箭，射箭，射箭，为什么叫准星条？就让你看到了吗？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射上那个靶。哇！ 你真是有点高估我了。说实话，我都看不起那个靶。对，没有关系，我试过，是就我来吗？你会吗？你会吗？我可能会。对啊，就是之前肯定，这么握嘛。然后注意，我们今天的这个规则就是先不要射到人，好吧？射到靶子就可以了，好吗？不要朝着人射。说实话，是有点太远了。你先瞄，咱先试一下。有那么容易射到吗 ？OK。啊，这你能射中吗？你都能射中，中了吗？射中。哎呦，没射中。不是你先来一下，我真不相信你能射中。这怎么可能射中啊？这很难哎。中了吗？哇！今天可能确实要往这儿过一把成了。要射到晚上，射到早上。是谁想到放那么远的？刚来，再来一个。哇哦！哎呀！哦！哇！灯亮。啊！好浪漫啊！行吗？行，还可以吧。第一件是收敛了，是吧？故意的。试一下啊！我真射不中，真的很难。哦，没事，我再给你放近点儿。哦，他很细心。在这儿怎么样？可以再近点。啊，差不多了。差不多。是这儿吧？还是给自己有点挑战难度吧？哇，好远啊！这真的很有挑战性，真的。
好开心啊！你把这个扣在这块，然后你的小臂是直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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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没射中，那就很尴尬了。没事。哎，你射就完事儿。别看啊 ！Yes， Yes！ 你看，哇哦！他帮他插上去，让他装到了。我又行了哎！哇哦！不错不错。行，那这个就告一段落吧。下一个，哇，真是好难发现呀！我藏了好久呢。哇塞，感觉是游乐场的概念。心手合一，心手合一，这又是什么？我先把这个架子支起来。我跟你说，上次纯属是我没有发挥好。行，这是怎么说呢？我在击球的时候要回答对方的那个问题，我如果没有接到，就要想一个词儿来赞美对方。哎呀，动物园里有什么？老虎、蛇、狮子。来吧，我好好听，我听。帅。你最希望对方身上有什么品质？真诚啊，善良。动物园有什么？你笑起来非常好看啊！欢迎来到第3关，速度与激情。哦，这个我喜欢。卡丁车。哎。直线超车，超车！追上来了，追上来了！别紧张。我能 get 他这个点，他从头开始都会让这个女生有参与感。感觉你在运动上确实是有些天赋在的。看一下，哇哦，终点解锁。哦，人生就像追逐赛，但更重要的是越过终点，摘下头盔后，彼此都在。他让这一切有了意义。就希望我们一直能走到最后。哇，你这个话写的好，写的好好呀。我觉得就是人生确实是这样子的，对，感动了，走吧，那就我们现在可能要去大吃一顿了啊！真的？走吧，走吧。这个都是你自己想的吗？真的？真的？那你也太脆了吧！你太有才了吧！你也不用这么聪明，你也不用这么硬捧我，你知道吗？太甜了，这一刻加分了，真的加分。哇，来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请你坐在这里，先放这儿了。好。坐吧。啊？等一下。什么意思？啊？哦，绝杀！厨师的衣服太帅了，太杀了！这个
他好会啊！我的天，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从卡丁车到这儿，真的他的每一步都绝杀，太牛了，太狠了，这招太狠了。这个学了。哦，帅！哇，这个真的，欢迎光临。今天呢是这个公寓日料开业的第一天，然后由我本人溜桑来做这次的主厨。溜桑这个练习时间大概半天左右，所以呢就请你见谅。挺长的，挺长的。我觉得子涵真的挺厉害的。他真的很有心。开灯。哇，你看看这执行力。哇，这一切都是他策划出来的。他之前是所有策划这个方面，你要安排地点什么，这是他，那这是他擅长的。哇，很有心。哎呦，菜单。哇塞，帅，可以。然后呢，我们会先有一些前菜，然后有一些这些主食啊。当然呢，就是你不吃，我也肯定会上。对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然后今天呢，就反正大家就开心一点。然后先洗个手。看起来很专业呀。嗨，样子差说明句多嘛，先这演示一下，不要跟主厨这种嘻嘻哈哈的，一会儿紧张了。不是主厨应该聊天吗？聊天，那就光聊就别吃了，咱就聊完事儿。想一下，我看我菜单是啥写的啥啊，忘记了。哦 ，OK， 看一下，我先拿一下。先来吃点这个。我的天呐，这画面好浪漫，他就坐在那儿看着他做。而且人在认真做事的时候，其实很帅。这个挺好的。确实又在做饭，但这次做饭怎么比以往的做饭都好看呢？你他这个时间、地点、主题，对，全对了。对啊。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的日料？就是品类。三文鱼。三文鱼哦。你在切什么？我想吃厚一点。厚一点。哇。先吃，然后。但是我自己吃吗？你呢？我吃。先来。咋说？这是唯一一顿看完他吃第一口三文鱼我就饿了的饭。然后可能要炸一个，我想炸一个天妇罗。那儿，我来。你来，来。哎呀，来，哎呀，很好哎，很好，因为有参与感，有点说法了。这个我要学一下，真的，我以后我要开日料了。但这个油温现在有点高，我给你拿个围裙吧，要不然怕你溅了一身。好，要。等会儿咱们就是尝尝生的啊。没关系，我这个小店第一次也刚开业，没事，没人知道。来，子涵给他鸡。
这时候季伟群跟小屋里季伟群不是一氛围。光画面感就很不一样。对，我会拉紧一点，因为这个 OK。可以。感觉好像差不多了，但也可以煎久一点，炸久一点。咱们也没记多长时间，看感觉吧。你这就是大厨水平。大厨都说些许适当，看感觉。感觉还没到。我也是这么感觉的。哎呦，情绪价值。好开心啊！我觉得差不多了。啊，真好。来吧。那我去外面。你去外面。好姐。完了，非常死扣。给我吧。你吃点吧。你可以蘸点酱油吃。正好。吃牛肉吗？来。看着你好想吃这个。咱们扎扎实实来吃饭的。对啊。确实给我挺惊喜的。小小的练习了一下。哎呀。但是我的样子还是可以的吧？就是那个你的样子非常标准，而且你学的很快，对吧？你包括你海灵车和那射箭学的都很快。就是射箭的话，首先你这个块小臂要伸直的嘛。咱们就是装样子。能装样子就已经非常不错。哇，他一直在肯定对方。你有没有觉得在小屋里没有时间的感觉还挺好的？没有时间感觉，我今儿特别，我刚才我打球，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说问题是今天是几号？我不知道今天几号，对吧？你肯定打不上来，我已经预料到了，但我忘了。你说是记着。没有时间真的很有趣哎，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时间会限制我们。比如说我到几点钟我要睡觉，因为第二天早上我要几点起床，我会很有这样的时间焦虑。所以比如说平时我要过周六日，你在周五晚上是最快乐，周六晚上就开始焦虑了。对呀，我也是。是的，周六我可能不到周六晚上开始焦虑，我周六白天就开始焦虑了。对，我也是。对，我也是。哎呦，这太同频了，你看看。我每天就只有周五晚上下班那一刻，出门的时候是最开心的。对。直到我周五晚上一睡觉，早上起来，第二天早上一睁眼，我就有点难受了。焦虑型人格是焦虑型人格。我说哎呀，马上这后天怎么感觉这假不够休的呀？第二天就要上班，真的。对。他太懂他了，心里想什么？有一种内心被打开的感觉。是。那你一般周五的晚上都怎么开心？也还是会有工作，也还是会有事情要做，就是我会把自己排满，休息的时间其实蛮少啊。那你觉得对于你来说，什么样的事儿算休息呢？纯躺，什么都不想。睡一天那种。但你其实也特别希望有这样的。我不希望，其实我不是很期待这样子的一天。明白。所以你需要一个人给你一些理由，让你去躺一天。对，我会需要。你这样会非常开心放松一些。对。哎呀。那比如说，你可以给自己一个理由，比如说今天是我，
的一个比较有仪式的感的一天，所以我要给今年自己放一个假。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尝试一下，对吧？比如说今天是我来到上海的第100天，我要休息一下。你的那个10000天还挺有意思。对，我觉得10000天确实在你有少年期的时候能过去还挺好。出生的第10000天。你有没有想你10000天怎么过？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开始构思了。一定要好好构思一下，因为这比生日还重要。对吧？对。你今天本来想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我没有想，因为我可能知道，就比如说就是公园里的内容嘛，但是我没有想到它可以这么有趣。我觉得今天就很有仪式感。这样看我干了吧？成功了。找了个借口把它吃完。他值得，而且他一直在肯定迟迟，没有啊，已经很不错了，你非常好。而且他又很幽默，子涵是会一直引导他，让他坚定的选择他。但是我要的就是被坚定的反馈和你的坚定的选择是让我感知到的。子涵他的人际相处的水平是很高的，对，他就把一个很浅的破冰一下子拉到了一个深度的层次。他们两个打球那一趴，他设计了一个环节，说我们要夸一下对方。这个也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相处的技巧，它也会让两个人的这个好感度就是上升，然后关系拉近，一步一步进入到了一个深层次的沟通里。是，就是当两个人可以开始讨论压力啊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和这个人的关系变得很紧密。你说的这个确实没错，我们男生看都觉得好加分。甜品得吃啊！蛋糕，对，甜品得吃。哇塞，认真的吗？认真的。哇，好浪漫啊！然后它这块儿，这个小绳你拉一下试试。上面其实是一些兑换券，游乐园兑换券送上的兑换券。你有什么时候需要的话，可以直接用这券来找我。这个也很厉害，这个也很厉害。留2把刷子，这个真的很厉害。你有什么时候需要的话，可以直接用这券来找我。真的假的？我的天，这都是你准备的？爬山兑换券。当然是我准备的，虽然我现在可能爬不了山。那请问那个游乐园兑换券怎么办？游乐园就是只能提前到点就去了嘛。谢谢。对，然后蛋糕的话是，哇塞，荔枝的吗 ？Yes。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比较临时的东西，找了一个什么啊？生日蛋糕。生日蛋糕啊！玩偶！我的妈！就是你在你想许愿的时候就可以许愿，我随时都可以许愿。你也可以，你如果随时想让我帮你唱生日蛋糕歌，也可以找我。天哪！希望你可以放在一个你自己合适的位置上面。谢谢，这个礼物太好了。这个也很厉害。
就点个蜡烛。你可以选择是过生日，或者提前帮你过个1万天。那也太提前了吧！好甜呀，太甜了。没关系，我们就许个愿。许个愿。我们可以一起许。哇！许愿。开始。哎呀妈呀！你看他还很贴心的问道，好开心啊！真的好帅。连那个蜡烛都觉得选得好，好浪漫啊！不行了，太棒了。好了，好了，好了，现在吃还是咱们直接拿回去？我拿回去吧，我还是确实感觉有点顶了，现在是有点顶。然后这个给一个，这个先，要不给我，我其实可以拴在手上。可以。你绑一下吧。那这走丢不了了，人群之中最显眼了。哇，主要是不能让这些券飞了。我们一起还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好浪漫啊！ OK， 真的很用心哎，好甜呀！没想到啊，哥们这么的有仪式感看着大大咧咧的是吧？是啊，其实是张飞绣花，粗中有细。哇，还很幽默，我天哪！张飞绣花眼神都不一样了。那我们可以拍个照。可以啊，可以啊。帮我拍好看点。必须的，放心吧。3、2、1。哎呀，好漂亮啊！3、2、1，好看。它好贵啊！放大拍好看。来，我检阅一下。来，再看一下，怎么样？你觉得？哇，真的很好看啊！华为 nova 14系列拍照真的超好看，是吧？超强的后置镜头，华为 nova 14 Ultra 每个焦段都能还原真实的美，每个焦段都能出片，真的很好看，对吧？那我们撤吧，走吧，走吧。哇！真的，这个值得一个掌声，太厉害了，有效约会，真的，我都要起立，真的太厉害了！我看了我都很有感觉。是哇，我看完之后我就阿巴，我就觉得拿下了。对，太甜了，因为他的几件事情都太打动人了。我觉得卡丁车开始两个人比，其实巨慢无比，但是他们两个人还互相要超车，我觉得有点幼稚，然后又很可爱。是。到那儿的时候，突然开始换上一个主厨的衣服，我觉得换衣服是新的一个人出现的感觉。很新鲜，还有那个永远都不会消失的蛋糕，那个意义很重大。我觉得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在心里了，然后且完成的特别好。还有包括他那个小纸条标签，而且上面很多都是吃吃很喜欢干的事情。对，当时我就觉得创飞直接就是到了外太空。首先，第一个，他利用了他公寓的一个资源，就是他规划统筹、落地执行的这些能力。第二个就是他说，人生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快一点，我慢一点；你慢一点，我快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最后的时候打开头盔的时候，发现彼此都在，就那一刻会让他整个公园的设计都得到了最大意义的升华。第三个就是主厨那儿，这个女孩只能看他做，只有这一件事情，他不需要音乐，不需要其他东西。接下来是我的展示时间，他展示了一个成熟男性特别强大的自信，然后痴痴就在那边痴痴的看着他。是的，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痴痴说他想要解压，刘子涵给了一个具体的建议，他说你除了吃甜品治愈自己之外，你还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让自己放松，就说今天是有仪式感的一天，说你给自己放个假，就他那一刻知道痴痴内心当中更深刻的情感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他就给他这个建议，整个就是一个成熟男性魅力的一个大爆发，就多维度的就冲击我的脑子，一个 S 加的展现。有大有小，有全局观，然后有执行落地的细节，是能收能放，可以。另外，子涵给到了痴痴一个她一直想要的感觉。每一个女生都会希望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是女主角，只有在子涵面前，就是痴痴感受到了那种隆重的、盛大的重视。他又让女生真实的感受到什么叫做被托举、被照顾的感觉，不是所谓的偶像剧的那种单纯的霸道。他的话题，包括他的话题，你都觉得他是在想要更靠近你，想要更了解你，层层递进。我好喜欢他说的托举这个词，就是拖着他，衬着他，就是这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霸道，但这种霸道你会觉得好帅。对，不是外在的那种帅。对，厉害厉害厉害。如果按我们每个人的人生10000天来这么计算的话，大概是27岁4个月16天的时候，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自己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正在做些什么？做牛马。你已经到了吗？真到了吗？真到了，真到了。那你看起来像20哎，真会托举。对对对，托举。哎呀，托举。到了，就是在那天，我可能就是很普通的、正常的牛马日。他刚才在说的时候，我确实在回想我的10000天，去年的时候。就是去年。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刚杀青。觉得刚工作完一段时间，然后想去放松一下。我今年跟同样一批人会在同样一个时间去到同样一个地方，纪念一下去年的10000天吧。这也是很有意义的。我突然发现，我10年前是我第一次自己作为制片人做节目。哇，那真的是自己就是从无到有在做这件事情。我看着朋友圈，我说哇，我那个时候还挺厉害的。就是觉得还挺酷的吧。其实我大概在参加披荆斩棘。如果可以重新规划一次，我也还是按照这样过，因为你这样过永远是最好的安排嘛。如果有重来一次机会的话，我希望我10000天的时候能更清晰自己很幸福。我的感触是因为很多人说人不可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拥有青春的时候是我失去它的时候，因为当下那一刻我不能感受到自己很幸福。但是如果重来的话，我就很想告诉自己，就是你要就是特别透彻的告诉自己，你那一刻是非常幸福的，有喜欢的人，有事儿做。那我觉得要是可以重新规划的话，就那10000天我还是会好好打工，为了我剩下的20000天能够舒服的过完我的晚年生活。不应该打更多的工吗？对呀，打得更好一点，再卖力一点。对。那个旭哥在10000天的时候在做些什么？那时候应该是 F4的时候吧。哇！那你千万不要重新规划。我们不允许你重新规划，不许！你让我再回到那时候 F4，比如说我现在啊，我就毕竟经历过很多事，我就会觉得我想要用力的抱紧他们每一个人。让我还有这个机会的话，是，确实。你知道这题目为什么问得好吗？它让你看到你人生之前，所以你会开始想要把握你的人生之后。你会想要更好的过每一天。对，我觉得这件事最重要。我们还是就是过好每一个当下的时刻啊，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这个话题呢，也跟我们微博的朋友讨论一下。对，这个真的是可以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人生第10000天的时候是怎么度过的，或者说如果你的第10000天还没有到来，你想怎么过？怎么规划一下、计划一下你的人生第10000天？我觉得子涵这次的这个帕尔泰让我们彻底就是通透了，是，人家也上了大分了，太厉害了！来吧，我们继续往后看吧。还没回来吗？多多，
你知道有时候看那个鱼这样游来游去，会觉得很解压，因为专注在这个事情上了。嗯。Hello，哟，乐晨 ，Hello，就你回来啦？没有啊，在上面呢。你吃饭了吗？吃了一点，不想吃了，不饿了。还好，不能吃了。所以说这2天不吃饭有瘦一点吗？你等会儿，让我看看。你手上什么东西啊？胶片件，又有个胶片件。呀，好多呀！我先给他放房间去。避开啊！哎，应该聊一下是吧？我本来还是蛮希望他们俩可不可以把话稍微说开，或者是什么。这个是你买的还是你收到的？你猜？你收到的。我猜也是。我不告诉你。吃送的，好像很难猜一样啊，宇航老师啊。哎呀，做点什么吧。那个菠萝蜜也很好吃，哪有菠萝蜜？楼下。楼下菠萝蜜还有枣子，你带的吗？对。那个荔枝这么大。你带的吗？这么大，巨大无比。我给你，我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什么东西？要不要去看一下？在哪里？在隔壁。应该有礼物要给他。嗨，尼克。他俩都吃过了。啊，在楼上吗？在楼上，整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啥呀？搞这么神秘？买了个鱼缸给你。买了个鱼缸玩啊！哎呦，真的是鱼缸。因为他喜欢鱼是吗？你好。放那边的3楼就可以，谢谢。哎呀，我的天哪！I feel my heart bursting, pulling hard at my seam. If you stay here a little bit longer, I can give you everything I am. Oh, if you stay. 哇！啊，你徒手搬回来了，这么厉害？不敢相信吧？咱们就有劲儿，除了劲儿啥也没有了。挺好，但是你没有过滤系统啊？有，不会装。这个应该就是过滤的吧？你看看，这儿还有几个管。你为啥会想到买这个？因为我觉得，我感觉你是那种可以进鱼缸进1天的人。我有那么老头吗？请问？我感觉你是那种看鱼缸能看半天的人。这个缸是不是得刷了？要刷了。咋刷呢？你要贴着那个旁边刷，贴着这儿刷，贴着它那个玻璃壁刷。他一直记着。刷干净了。
哦，干净了。你没发现这个鱼缸有点不一样吗？那不一样，就是有点不一样。就是这个是放猫的是吗？啊，对，我寻思这个以后放家里有猫在里头也挺好玩的。哦，他知道他家有猫。对啊，那这猫还得卡身材。你家猫很胖吗？高血脂、高血压吗？最近突然变得很胖，应该能塞得进去吧？装上了，要插上试试吗？应该装好了，可以插上。OK， 可以录。好了，你救了这些鱼，救了7条小生命。咋样？你觉得这几天在小屋待着？哦，终于聊上了，能聊上就好了。我感觉最近有点奇怪。嗯，我感觉相处没有刚开始咱在小岛的时候那么轻松愉快，但是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后知后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多虑，只是最近好像确实一下像卡机了一样，像断网了一样，唉，然后再加上昨天，我感觉我们俩状态也不是很对劲儿。也不太轻松了，我就说实话，连欢快都谈不上，所以我觉得小屋的日子其实也在倒计时嘛。我这个人不太喜欢逃避问题，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去解决问题，我也同样有能力和有足够的自信去承受答案最后带来的风险。他想要更确定的答案。对，是的。今天想聊聊的点是在于，我在好奇你有没有想明白。哦，有点招架不住哎。他比较难答。乐晨也是坐立难安。你看他有点拘谨了。因为上次不是找你遛狗嘛，因为我是听到你在鱼缸旁边说好像狗没遛，让我寻思你是不是想遛狗，我就跟焦哥说，我说这么多人我就不上去了，我怕他尴尬，我说你帮我跟乐晨说一下下去遛狗呗，我说我在生活区等他。这个帮我约一下乐晨，你去遛狗呗。多多说想跟你去遛个狗。谁？多多。看你想怎么。其实我是想着说，如果你不想遛狗，其实也没关系。但是我在想着说，你知不知道我在就是等你遛狗这个事情？等你啊，知道。因为我寻思，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应该是会下来说一声，或者让焦哥转达一下。我有点累了，但因为我没有接收到信号嘛，所以我开始一直在楼下等着。你没有行为和言语的反馈，所以让我会觉得为什么是这样？我天哪，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挺难受的。
I was never wanna say goodbye. 甚至让我觉得你在回避。哎呦，挺难受的 I 这 did 个。 all the shitty things to you. I said I never ever would. Baby, that's so like me. Yeah, baby, that's so like me. Baby, that's so like me. Yeah, baby, that's so like me. I don't know how. 焦哥，你跟他说了没有？说了，我真说了。哦，让他们下来。What we had was special. I know what we had was special. What we had was special. 哎呦，我觉得王乐晨应该也没那么怂吧，就是跟女孩之间聊天聊个1、2、3很难吗？哦，哎呦，哎呦，因为我其实最近也有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知道，我确实是遇到这种问题之后，我还是会习惯性的逃避，就确实是给到你一些不好的这个感觉，这个，所以说，我也是想鼓起勇气，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摊开了说，我觉得这样肯定是最好，因为逃避是没有办法永远逃避的。是。我也不想表现的说好像我对大家都必须要均等，我觉得那个是最不真诚的一个做法。我觉得首先我们一开始的相处和见面，包括心动，这肯定是真诚的，也是真实的。并不是说我之前的行为和所有的想法它是假的，或者说它是一种错觉，它不是。我觉得它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一些变化，以及我们相处之后的一些变化。我和你之前相处，其实从一开始是以特别好朋友的形式我们在相处，我觉得那个情况下我们是完全没有压力的。但是我其实到后面我会莫名的感觉到一股压力，就好像你在门口敲门，咚咚咚咚咚，让你有压力。对，明白。哎呦天呐！我就是因为站在我的视角上，我一直觉得就是可能你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说社交啊、解决问题啊、遇到矛盾啊、遇到冲击啊，可能都是你不擅长的。但因为我一直窃喜的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统治区，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在门口敲门，你对门外的世界你纠结的话，其实我想说的是，你完全不用害怕，就是你可以做你想做的，我可以把后面那些给你添上，然后我在你身上，其实我也是需要学习那种稳固的感觉。给我带来的错觉可能就是我觉得我们俩是在有一个目标在往前走的，所以当时可能我的言语上就会比较直给。主观上的直接是为了更好的沟通，在对方的眼里或者对方的感受里，可能会觉得是一种压力或是一种宣示。
我并不是说希望表达完之后是让对方有压力的，其实我只是想说，我能不能以我的方式去，就是让你感受到温度，但没想到烧着你了，没想到烧着你了。有点心疼。Yes, it's really over now. You're so good at letting me down. Why? Leave. 其实是不太好的，这不是我们的诉求。Gonna miss it, never say. So I'm gonna buy a bottle of the best champagne. I'ma raise a glass all to myself in your name. Here's to all the pain, champagne. You're so good at letting me 不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不太好，而是确实是，就可能有些人他就是很喜欢你的只给，就是外向的各种外显的表达，但是也许有些人他就是会，可能我不是那个有人必须要把我拉出来的那个人。哇，不是说你需要来叫我们一起去计划做这件事情，也不是说Tell me it won't hurt in the end, 'cause I feel like a falling star, burning up as fast as I can. 我也不是说那个不愿意出来，而是 I just wanna go up in flames, burn up all of the pain that I can't escape. 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是走在同一条路上的话，我们一定会碰到的。Told me that love was blind, but I see everything. 可能有些关系它确实就只是适合我们做最好的玩伴。Mistakes, just let me fade away into the night. If we just let go, we'll be alright. Instead we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like satellites. 我昨天晚上在想，我觉得其实你像猫，但你也很像寄居蟹。寄居蟹就是那种，如果你突然很猛烈的靠近它，一只手伸过去，它会马上跑或者缩起来的人，缩起来的动物。但是如果你放一颗珍珠在寄居蟹的前面，然后你就只是等待，它可能会自己伸出爪子，然后把珍珠抓住。就是我觉得都可以。小屋其实它只是一个开始，因为前2天我妈妈在杭州嘛，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小屋的生活让我觉得夏天快结束了，因为小屋快结束了嘛。我说我感觉夏天快结束了，然后我妈妈说夏天才刚开始，所以我觉得loosen my grip and wave them all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我觉得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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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Goodbye, darkness. Hello, light.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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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th. Hello, hello, hello. 可能我对世界的感受是体验，所以我觉得
You say I'm loved when I can't feel a thing. You say I'm strong when I think I am weak. You say I am held when I am falling short, when I don't belong. Oh, you say I'm yours, and I believe you say of me. I believe. 挺贴心啊，摸完狗毛给我擦眼泪。不是舍不得你，我有点舍不得小屋。别，对不起，别哭了，对不起。没有。哎。没事，但也挺好的，最起码别让我老在这感受不明白，我也。我觉得就是挺可惜的吧，因为遇到一个兴趣爱好很相似的。你给我的感觉真的很像那种秋天的大冰山，半天也不融化一下啊。就是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没有可能来得及就准备开始适应或者是接受迎接一段鲜活的状态的感觉。因为我是一个很鲜活的人嘛，就是我觉得你太鲜活，你比我鲜活多了，你才像个人。哎呦，我觉得我根本不像个人。我觉得。我觉得你能讲出来也挺好的，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比较能接受结果的人，但不妨碍我们做朋友，也不太妨碍我们做朋友。你看多多还是一个很温暖的人。你回到时候线下追杀我。不会的，姐们儿还是挺慷慨的，无所谓的。说实话，有那么一点所谓，20%到40%的所谓，但50%到60%的无所谓。无所谓的点是在于我这个人相对来讲比较主观，就任何人都不会影响我的人生节奏和步伐。就我觉得我敲门这个事情，其实会对别人也许会带来噪音和困扰，但如果我敲了半天，你还是觉得你喜欢里头，那咱们就自己去玩。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那个人，他不需要你敲门，他会主动来找你。是的，也有道理，所以我觉得挺好的。你只要你自己觉得舒服就好，我也觉得我舒服就好。I can't reverse when the more it heals, the worse it hurts. Gave you every piece of me, no one rest missing. Don't know how to be so close to someone so different. 别急，后面还有这么多个夏天，你又不是只有这一个夏天。但夏天确实是才刚刚开始。
对，是的。我记得我在刚刚开始，我就说过他们两个不合适。他所有其实你今天所看出来的，他每个步骤的问题，它是有一个核心逻辑在的。它的核心逻辑就是这两个人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从多多的视角来说，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跟乐晨说了我们当时很赞美他的一个话，他说：“如果你有不会的，你就告诉我，你可以求助我，我会告诉你1、2、3。”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的爱情观特别的健康，当时的乐晨其实是接受的，所以多多一直认为他这种给满的这种节奏是合适的。他可能一直就认为这样我没有给你造成不适，所以我觉得从他的视角来说，他这个行为并没有做错，只是需求点上发生了不一样而已。我觉得他通过聊天之后，他会发现他就是跟这个人不合适。我听下来，两个人最不可调和的一个矛盾在于，多多会理解为乐晨是需要他去带动的人，所以他要去敲门把乐晨叫出来。但其实乐晨还是很强调自我独立性的一个人，他其实想要的是我想清楚，想清楚之后我会自己出来，我不希望被催促，我也不适合一个会试图想要抓住我的人。在多多和这个乐晨的关系中是有这样的冲突的。对，我觉得他们俩都已经说出了最好的话，就是乐晨说的是你没问题，你敲门是没有问题的。多多也讲得很好，他说我不会就是改变我的做法，因为我是一个相对主观的人，因为现实中可能有很多人会想说，当时我要是没有去敲门就好了，当时我要是换一个做法，是不是我们现在的结果会不同？我就会特别想和有这些想法的朋友说，我们没有另外一个选择，我们就是做自己，我们就要以自己最真实的样子被喜欢和被选择。我觉得刚刚在那个聊天里面，多多在我心目中他很加分。你知道，当我们面对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多多这么的有勇气，愿意主动的去找对方，然后把很多事情说出来？有矛盾我们就要去聊开，问一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以以后不是朋友，或者我们以后可以不是恋人，但我不希望是一个省略号的方式结束。就我希望咱们就是说掉这件事情翻篇了就过去了。多多真的很勇敢。多多和王乐晨都没有对错，但是就是不匹配。sorry， 就是一块拼图拼不起来。他没有对错，只是每个人的角度不同。我们每个人啊，都是需要很多事情的发生，才能知道当下的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和我最想渴望去拥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而且你可以看到多多他的主导也会散发他的魅力，对吧？我觉得对于多多来说，属于他的夏天才刚刚开始吧。哇哦，绝！有人吗？嗨 ，Hello， 怎么都没人呢？楼上有人。楼上有谁啊？楼上好像是乐晨和多多。哦，他们两个人怎么突然出现？突然下来 ，Hello， 下来了 ，Hello， 洗个手，过去。
在做饭吗 ？Yes。哦。去了另一个厨房。溜一次吧，咱们还是。哦，唉。I'm alone when you call. So unlike you, so I try to call it off now. 这个时候给彼此一点空间也挺好的。I'll be chasing you till my heart is. On a bad case of sick. 心动密语卡。哦，他去开箱啊，开瑞龙吗？对。When it comes to believing in nice time. Wow. You say I'm a cannonball, wasting all your time. I want too much, you want way less. If I'm too much, forget the rest. Cause I'm crazy complicated and should probably be honest. Only thing that makes me happy is loving you to death. If I'm too much, then go find less. 但你觉得他这个积极能够打动瑞荣吗？也不一定啊。它热的话更好吃，更辣的多。Hello，你们去干嘛了？遛弯儿。别人呢？2楼去了。今天晚上怎么回事？不知道，咱们跟一帆一起回来的。啊，他们已经回来了。那瑞龙呢？好怪啊。August afternoon, I can picture you walking with your father at your side. Oh, like loving you. 你们快点下来拍照片啊！来了，快来！为啥瑞龙到现在没回来？好奇怪，11点多了。他可能也今天有可能。他今天是不是有事儿啊？瑞龙还没回来。瑞龙还没回来。怎么回事啊？那边找过了吗？我们去生活区看一下吧。那我们去他房间看一看。Excuse me。啊，没有，不会吧？搞这种，我都不敢进了。这个信是什么？哦，给每个人留下一封信。哦，不哦 ，what？ 啊！不是吧？我不会，不会吧？哎呦，
怎么都没想到是宇航，嘿嘿，我先走一步。哇，真的退出了。小远，我消失了。虽然我们聊的不多，但每次都还是非常的开心的。啊！乐晨，谢谢每天做好吃的晚饭，等不及下次什么时候我可以再吃到你的厨艺。多多，多多，我今天不聊这种事情，我不太会沟通。怎么办呀？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也特别讨厌一切的离别和告别。怎么办呀？他们还没回来，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跟他们说一下吧。但是我觉得真的好突然啊！我们开了瑞龙的房间，他给每人留了一封信。哎呦我的天啊！天哪，王爵才是，真的是造化弄人。他选择在今天开他的箱子，他选择今天跟大家告别。开了什么？他们开了瑞龙的房间，他给每个人留了一封信。要不我去那边看吧。我真的要炸了。The frozen feet are moved. The winter brings a new. The shallow in my shoes. Let fall us. 这他一直是跟娇是一个是，对他俩是好 homie。Hey bro， 希望你可以勇敢的做自己。哎呦，哇塞！哎呀，哟，多多 ，How's it going？ 希望你都是开心的。Surprise！ 我玩躲猫猫找不到我了。我非常欣赏你的热情与开朗的性格。Hello， 也非常的享受和你一起坐小火车，深度的聊天。就感觉我越来越保守。我觉得可以轻松一点，先做，就是大家先做好朋友。虽然坐火车前我是抱着一个做朋友的心态，我也有想过我们有没有可能继续接触。相处男女不是唯一的目的嘛？对，能认识很好的朋友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这是点的是我买了一点海鲜嘛。啊，做葱油的吧？做辣的吧？行。实际说，我昨天有一点点怕，我以为你会拒绝掉我。我觉得是很快乐的今天。我感觉我们都非常的像，这个很有趣，很有趣。从外边看起来都是开开心心的，突然这样抬个曲子是有点难的，但我们内心还是会大起大落的。
希望我们都可以天天也向内的开心。多多，我希望你最后几天可以开心的度过，虽然我知道肯定不容易。当然，如果能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那就是最好了。哦天啊！哎，嘿，王爵，我希望你今天一切都是顺利的、开心的一天。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我选择了离开小屋。我非常欣赏你的勇敢与对爱情的理念，就只是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哎呀，对不起，我让你这么勇敢，却又给不了你一个想听到的回复。呀，我要不要变一个魔术？我猜测是这个。我还在想念玉子烧，真的没吃够。最高分是瑞龙的197个。我挺尊重女生的。如果你没接触到自己多的话，就陪我坐一次小火车。可以啊。我很想试一下。好啊。我会感觉突然之间好像更走近你。还是充满期待。我的天呐！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你喜欢的，并同时也欣赏你的人。我希望你在小屋里还是可以开开心心的。我觉得瑞龙跟其他人的表达感情的方式还不一样。我觉得他特别让我欣赏的一点就是他的爱是很克制，然后很收着，然后也不会让人觉得很耀眼、不舒服的那种相处模式，不太善于直接的表达。哎呀，这种克制的爱看着太让人心疼了。瑞龙特别善良，他最后写信的时候还在安慰多多，因为他有一句话，他说希望你接下来的日子都能开心，当然我知道这很辛苦。就是他知道多多发生了这一切过程中，就他很想安慰他，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但是他最后的信息里还是祝福这个女孩，希望你开心。只看他写的东西，你好像更能了解他内心在想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把他的内心的这个丰富的世界，如果能用语言的形式多多的呈现，或者是去沟通的话，也许结果就从哪一刻就不一样。他是尝试过跟多多相处，他也会很细微的去观察多多，他可能觉得多多对于他来说是不太有可能性的。对对对，他也怕一直在这耗着会让王爵更难受，他就觉得长痛不如短痛，那我觉得我就离开这里。我觉得他最厉害的一个点就是他从头到尾，他没有假装去成为一个不是他的样子的一个角色。不管怎么样，他最后没有委屈自己吧，不委屈自己才可能发现从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爱自己的表现之一，爱自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对，他是特别可爱且单纯纯净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就是借用刚才多多那句话，瑞龙的夏天才刚开始。那我们也希望，瑞龙离开了我们心动小屋，也可以很快速的找到那个可以跟他同频共振，可以让他变得很舒适的那个心动的人。我们也祝福瑞龙吧。谢谢瑞龙来过。拿起瑞龙的这个心动密语了。你还好吗？你想一个人待着，还是我陪你？我担心是不是给他压力了？你看，果然，哎呦天哪，好难受啊！会自责，会不会觉得是我逼他太紧了？最容易胡思乱想的人是他。对，你没有给他压力，他给你写了那么多，他肯定是对你有认可的。我今天我还是拿了他的钥匙嘛，但是为什么我那么犹豫，也是因为我担心会给他压力。哎呀，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拿钥匙也不代表说我要跟你怎么样，我只想了解你，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很棒的人。你不要有压力，瑞龙知道了肯定会很开心的。他是一个很真诚、很热烈的人，你也是。你们快坐。没事，你坐。不重要，不重要，你自己说，我们无所谓的，不重要。其实，在我的视角里，我会觉得是他有更想了解的人，但是我困住了他。没有，我告诉你没有。哦天啊！其实我觉得对瑞龙来说，他的离开可能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开始，然后跟我们在外面更多的接触，对，他也会更舒服、更自在一点。本来人就是应该是自由的嘛。而且其实宝宝，我们都是其实就这么几天了，其实只是先后离开而已。对，其实都是这么几天了，宝宝。而且我们又不是永远见不到了，我们俩不见面有点难吧？离了小屋之后，第一个联系瑞龙让他来吃饭。对，然后咱叫着远人一起去上海找他吃饭。就我觉得大家都在告别，其实是先后顺序而已。换一个环境认识，对，换一个环境相处，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人。说实话，在上海餐厅吃饭、见面聊天，可舒服多了。对。我觉得挺好的，觉得挺好的，请拍拍我的手。哇，这女孩子之间的友谊，对，我觉得挺好的。不用太难过。Did what we could, my friend, but now we're at the end. 其实多多还是一个很会给身边的人能量的人。你看多多才刚哭完，他马上去安慰别人。他其实比任何一个人的难过都不少。对，你知道像女生之间这种感情，我觉得也好感人。对，就那种小姐妹之间，就是互相给鼓励，就真的会很让人心暖。尤其是在你很脆弱的时候，反而需要这样。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三个互相在一起安慰彼此。希望王珏和多多不要太多的受到影响，因为他们两个可能都会担心是不是自己和瑞龙的关系会导致瑞龙做出这个选择。
希望他们不要过多的往自己身上有这种内疚的想法吧，因为这一定不是瑞龙想要的，瑞龙就是想明白了，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来，继续往后看吧。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本节目由花清香茶腥味的康师傅茉莉茶冠名播出。小红书，你的生活兴趣社区，上小红书 pick 你的心动嘉宾，解锁专属内容。本节目由新升级潘婷胜肽炮弹系列赞助播出，根源重塑发型蛋白结构，72小时弹韧量。感谢影像体验官华为 nova 14系列手机全焦段红枫质感人像，记录你的心动时刻。2小时快速修护，3天抗熬夜疲劳。本节目由雅诗兰黛小棕瓶赞助播出。质感升级，心动升温。本节目由智享体验全面进阶的全新领克07、领克08赞助播出。淡化黑眼圈，让眼神自带微电流，一夜焕亮，心动澎湃。本节目由完美小红鼻眼霜赞助播出。要不再给你来点什么下午茶什么的？我想吃鸭舌，你能不能先做鸭舌？今天晚上不做鸭舌。哎呀，他俩的这种怼怼模式还挺甜的。对，我跟大叔合一张，看一眼镜头呢。真的是拿你没办法。3、2、1。这就直接成了。你会觉得在小屋里过得很快吗？是很快啊，但昨天挺久。哎呀，昨天很无聊哎，感觉大家都回来好玩。哎呀，吃醋了。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礼物。那我要这个吧。哇，下面是透明的。射手，倘若你所爱的事物，最好的方法是轻轻说起它。祝我们生活不是沿线走，而是飞去自由的土壤。这个感觉和翻那个答案之书一样，都对上了。哇！放烟花了！得胜了！哇，爆缸了！爱情完全是这样啊！对，有时间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8月4日起，每周一、周二12点 SVIP 更新，每周二、周三12点 VIP 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32点掉落 SVIP 专享花絮礼包，更多高甜互动等你来看。每周四中午12点 SVIP 更新加更，解锁更多心动的故事。每周五、周六中午12点 SVIP 更新衍生，陪你看心动，精彩内容响不停。正等着热气的早餐店，透不过气拥挤的地铁，还没睡醒又开始新的一天。摩天大楼下城市很美，云层之中有甜蜜的约会，渴望还有永远开不完的会。童话哪怕只一篇，我也要用心体验，但散去爱才不会辜负夏天。丘比特放出了箭，被射中视而不见，勇敢一点，向前走，向前走，有微光在眼里闪烁。上微博参与心动的信号话题讨论，分享你的心动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感谢合作伙伴百度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复杂又简单的生活，去发现，去发现，像呐喊已久的悸动，靠近我，靠近我，有微光在眼里闪烁，说，这是心动的信号。